我有个朋友啊，挺有钱，他老婆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呢得在家呀炖俩燕窝，他一个，她老公一个。我问过他，我说听说燕窝这个东西很贵呀，说没事，我这不经常出差去香港、澳门吗？从那边往回带，比在北京这买呀得便宜一半。可是他这个好事啊，最近恐怕要到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家农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出台了一个规定，禁止燕窝随便这么带到大陆地区，只能是通过正式的方式进口。那么说这燕窝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你吃过它们吗？它们究竟是顶级补品还是普通食材？你吃得起它们吗？价格贵过黄金，源自神奇功效，还是有人故意炒作概念？残忍杀戮换来的怎么成了美味？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解析，补品不给冤大头。去年呢，我们有一些相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了，这燕窝里头造假太厉害，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燕窝，尤其是流传什么血燕，什么说这燕窝都是红颜色的，如何如何。一问这怎么造出来的呢？搁那鸟粪呢往上盖，然后再烘烤，说白了搁鸟粪培出来的。自己的大便的东西粪便是吧？来做方式的。高温情况下实行的。它怎么来的高温呢？要烘啊，要火烘啊。你说这有俩钱的朋友吃点燕窝，以为挺滋补的，没想到吃的是鸟粪，你多恶心吗？2011年8月，浙江省工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号称顶级补品的血燕窝中，亚硝酸盐含量居然超标350倍，不合格率高达100%。随后，有自称业内人士立即做出回应：什么燕窝都要经过浸泡数小时以上，而后呢反复清洗，这样呢亚硝酸盐就消失了。对此，浙江省工商局给予了严词驳斥。事实上，我们也做过试验，含亚硝酸盐1000克以上的血燕，我们经过5个小时、8个小时的浸泡，仍然含有400毫克左右的亚硝酸盐。中国是燕窝消费大国，仅2010年1年就从马来西亚进口燕窝 8.689 吨，达到了马来西亚当年出口燕窝总量的 95%。随后在佛山、宝鸡、咸阳等地区也相继发现问题燕窝，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针对燕窝质量的检查行动。2012年初，国家农业部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规定包括燕窝在内的部分动物性产品严禁携带与邮寄入境。可以说是好多人看完了之后啊，觉得挺恶心，没想到燕窝这么高档滋补品，花了这么大价钱，给我们带来的竟是这些东西。燕窝是什么？金丝燕，从北往南，候鸟嘛，就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它用自个儿这唾液呢，在悬崖峭壁啊、山洞里头啊，给筑个巢，然后在这儿呢繁衍生息。这个筑这巢就是燕窝。那么白的，这叫官燕，漂漂亮亮的。有的呢往里掺了一些羽毛啊、草棍什么的，就咱们一般燕子筑巢不有那样，混到一块了，这叫毛燕。还有一种最贵的叫血燕，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燕子呀，金丝燕吐血，筑成这巢，所以说红的血燕，说这个最贵。那血燕就是它唾液没有了，吐血，形成的叫血燕，知道吧？你琢磨琢磨，吐血，这个血要干了什么颜色？有人说血是红的，错，血要干了是黑褐色。那个燕窝就是黑的，它不可能是红的。再者说，要这燕子吐血，说明什么？这燕子不健康啊，得肺结核了，吐血了吗？你琢磨琢磨，这肺结核的吐出那东西你吃了，你能好吗？完全违背常识，也不怎么这些不法奸商一忽悠，咱们不少有钱人跟着上当。其实真正的血燕是什么呢？是悬崖峭壁上山洞那块渗出的一些矿物质，它发那种红色，所以才有血燕，非常少非常少。
雪燕的产量的话呢，估计可以达到5吨左右。5吨的话呢，就大概是5000公斤吧。但是这个5000公斤的话，我们当地人也消耗一空了。那我们当地的话呢，比如说有100多家那个加工厂和燕窝店呢，那每个月可能只出产一个几十公斤或者数百公斤，几家店就抢光了，就不太可能会能够做到出口。可是你在中国大陆一买，好像到处都是雪燕，你花个价钱就能买来，但是价很高。那么我说到这儿呢，咱们有不少朋友说啊，老梁，这315之后你这又要说食品安全，不是，咱这期不是说食品安全，我说的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不是已经禁止这些随便往进携带了吗？那么好，一方面呢，产地那进口咱抓住，再一个国内造假这抓住，就能够把这个燕窝市场造假这事儿给遏制住。可是问题是，你就遏制住了，你吃的燕窝都是100%的真的。我也告诉你，这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咱们这期题目叫补品糊给冤大头。为什么呢？你听我在这儿给大伙儿分析分析这燕窝。你过去你看咱听评书，经常说某某人要吃饭，一桌席上来了，一瞧2楼这是大排宴宴哦，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呐，是吧？人你看猴头燕窝、鲨鱼翅，很有名的好吃的。首先一个燕窝不好吃，我尝过，没什么味道。说为什么您觉得它是山珍呢？你看咱们说冰糖炖燕窝，为啥要搁冰糖？就是为了把这燕窝弄得甜丝丝好吃。它就像咱们有人做鱼，鱼不有鱼腥味吗？我搁点醋拿它，和这道理是一样的。北京人爱喝花茶，为什么爱喝花茶？原来北京的水特别苦，特别难喝，花茶它有香气，能遮着这味儿。所以燕窝本身不是什么美味，这是肯定的。那有人说燕窝它有药用价值啊，我听说了，能补脑，能安胎，有丰富的营养、蛋白质，又氨基酸什么的。而且说这燕窝这个对这个女人好处更大，养颜生肌、美容。说这4样，我明确告诉你，每样都有虚假宣传成分。说燕窝里有营养，我说这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啊，不是咱在这胡说八道。燕窝里的呢，50%以上是蛋白质。我们说蛋白质、氨基酸，这都是人身体必须的。可是它这蛋白质呢，不是最优质的蛋白。单纯看营养价值的话，首先来看蛋白质，单纯从这儿看似乎没它高，对呀。但是我如果考虑到蛋白质的质量的话，我一点都不舒服。因为蛋白质要考虑2个事情，一个是你吃进去的量的多少，第二个你蛋白质是不是合理，是不是高质量。燕窝与鸡蛋从蛋白质的吸收上来比较，鸡蛋的蛋白质要比燕窝的蛋白质更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燕窝的营养完全能够用鸡蛋来代替。所以你从营养价值来讲，燕窝是一般又一般，就根本没到你想象当中那么好的程度。说那我听说燕窝能这个安胎保胎呀，孕妇有不少吃的。目前科学家的探讨发现，有的人吃了他容易吃出病来。你比方有的燕窝下去，它里头有重金属，重金属一旦超标，你孕妇吃了不仅不能安胎，反而造成胎儿畸形。所以你要通过这方面科学的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燕窝根本就不是咱们传说当中那种大补啊、高档滋补品呐、特有营养啊，又能美容又能什么的。所以买燕窝这事儿，在我看，不是说这个东西没好处，而是它的功能被无限的夸大了。要是你说那不对，怎么不夸大别的呢？怎么不夸大鸡蛋牛奶呢？他夸大燕窝干嘛呢？因为燕窝稀少，物以稀为贵。过去这燕窝呢，在悬崖峭壁里头、山洞里头，那个去采燕窝人得冒老大风险了。你想他费这么大的风险，这个东西能不贵吗？这就是物以稀为贵。由于燕窝原先少，造成这种情况，过去成贡品了。可是现在少不少呢？不少了。甭说造假这个，就原产地马来西亚呢，过去不是在山洞里采吗？现在在房檐底下搭好那窝，主动的让这个金丝燕往进钻，然后让它在这快速的垒那么一个燕窝，把这拿下来，逼着它再接着垒，这么整，都简直像养殖生产一样了，不是什么稀缺东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去呢？你看这个咱这边一说燕窝出事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不少人着急。他们90%以上燕窝出口给中国，所以你这市场有点问题，他着死急了。这不咱们现在整顿这市场，这打击这个假燕窝，又不让随便的往进带，
燕窝这个市场啊，今年呢有点一蹶不振了，不少人不买了。是用这个的养颜，也可以做还是你要它颜色漂亮点，它可能掺的东西又不一样。可是高档滋补品这市场是摁倒葫芦起了瓢，它永远都有往上走的。现在燕窝被打下去了，高档滋补品里又冒出一样来，现在它成了一统天下了。什么呢？冬虫夏草。这个冬虫夏草啊，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解释解释，好多人都不明白。冬虫夏草简称虫草，是冬季真菌寄生于虫草蛾幼虫体内，到了夏季发育而成。夏季虫子卵产于地面，经过1个月左右孵化变成幼虫，钻入潮湿松软的土层。土里面的一种霉菌侵入了幼虫，在幼虫体内生长。经过一个冬天，到第2年春天来临，霉菌菌丝开始生长。到夏天时长出地面，外观像一根小草，这样幼虫的躯壳与霉菌菌丝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冬虫夏草。所以这叫冬虫夏草，说白了是这哥俩在一块搭伙，它寄生到他身上。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异形》，那个异形不是外星生物吗？歘着把这手伸到人肚子里去了，就把这种种到这儿来，它跟人身体共用。那个异形其实就相当于冬虫夏草，这个夏草。所以虫草这由于动植物合一块了，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好啊。而且一查《本草纲目》，虫草真是一味历史悠久的中药材，能壮阳，能固肾啊，据说还能抗癌。有没有这些作用呢？一调查有，可是作用有那么大吗？没那么大。别的中草药一样可以代替它。我们冬天熬给一些慢性病了熬一点中药的膏方，那这样的效果可能远远要超过虫草。就是说不要把一个虫草当做一个神话的东西，就是能解决问题，它只是对你身体有一个慢性调理作用，可能起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高档滋补它是极为有限的虫草。而且现在虫草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假的太多。虫草总共世界范围内这种有507种，只有一种我们能管它叫冬虫夏草，就是我们说有营养的，那些有的甚至都有毒。可是现在咱们的市场呢，虫草乱七八糟，其他那500多种也来冒充这个来了，有时候你看分不出来。再有的呢，他明明这个不够分量，说1斤的虫草那才值钱，7、8两不够怎么整呢？哎呀，这些个败类想的招，往里打铅粉，还有的往里打一些金属物质。这多少？多重？把铁都变成钱了。断开虫草里头搁那个铅丝接上，就等于压粪了。你说那一个铅丝得值多少钱？1斤7、8万。那虫草这么大一股铅丝，它也卖那价，得多吓人吧？买一下把身体吃好，就等于吃下这块吃饭这样。甚至有的朋友什么，就真看不出来这虫草真假，里边是不是打上金属了，搁上铅丝了？怎么办呢？拿它到机场过安检去。一旦被注射金属粉的虫草经过 X 光机时， X 光机便会发出信号提示，这样就能判断虫草中是否含有金属粉。那哪这显示吧？这不就是草吗？我就奇怪，咱们现在不少老百姓啊，尤其有钱人，不信科学家的，信商家的，专门爱听人忽悠。我就琢磨，他不信科学家，信忽悠呢？一个重要道理就在于这个东西贵。你记不记得李成儒有段台词吗？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他为什么要买这贵的呢？身份呢？老百姓消费不起呀。我有钱，我能消费起。你看我吃燕窝，我冬虫夏草，我比你地位高。像燕窝和冬虫夏草这样的高档滋补品呢，其实在社会范围啊，它流通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在这个网上就看到有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朋友啊，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很有意思。你看啊，第一位朋友说呀，我就想不明白了，冬虫夏草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死虫子身上长那么一缕菌丝儿，它的药用价值跟普通的蘑菇也差不了太多呀。是谁让它卖的那么贵呢？这背后一定有推手啊。第二个朋友说的好，说这个燕窝啊，没钱享受燕窝的人倒不上这当，
凡是有钱买燕窝当冤大头的这人，你看都是那些有富裕出钱来的人才买。所以咱们去捧这个也没有什么科学性。而且有的高档滋补品，你不买了之后，在这个道德上心里都有点站不住。什么呢？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的打篮球大个姚明有个电视广告，公益广告啊，姚明很有范儿，这拳头往这一支，来一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他为什么拒绝吃鱼翅呢？鱼翅咱们也说了啊，熊掌、干贝、鹿尾尖、猴头燕窝、鲨鱼翅。鲨鱼翅也山珍海味里的，据说大补，说鲨鱼翅呢能够益气清痰，能够护肾，说对糖尿病特别有好处呢。还姚明为什么拒绝吃鲨鱼翅呢？就因为鲨鱼翅的来路是怎么来的呢？从鲨鱼身上割下来，鲨鱼啊，它的肉不值钱，块还大，出海捕这鲨鱼，把它捞上来，先把鲨鱼身上这个鱼翅割下来，就什么就是鱼那个鳍啊，分成背鳍、胸鳍、尾鳍、臀鳍，电锯给割下来，活生生割下来，鲨鱼浑身都淌着血，都割下来，割下完干嘛呢？把鱼翅冷冻。这鲨鱼说，哪怕把吃肉也割不了那么多肉啊，鲨鱼肉也不值钱。把这割掉了鱼翅的鲨鱼，咚，再给扔到海里。你这个来路，你琢磨琢磨，这多残忍吧？活生生这鲨鱼就这么死了。所以世界范围之内的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协会绝对都反对这个。那有的说，那讲不了，我人爱吃这个，到大酒楼无翅不成席嘛，就是给你上鱼翅。那么说鱼翅好不好吃，有没有营养呢？咱们先从营养上说，鱼翅其实里头就是那些像金质的蛋白，说白了就有点像金头巴脑那种东西，口感是好，你吃到嘴里滑滑溜溜的，但是它的味儿靠什么呢？靠配料来调，它本身没有多少味道。所以从美味的角度，你吃鱼翅汤干什么？是啥？是吃调料啊，不是吃鱼翅本身。它本身来说，对人身体，就我们从科学分析来讲，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营养。它的蛋白质也是跟我前面说的燕窝类似，很难被人身体直接那么吸收。它的蛋白质也不是最优质蛋白，跟牛奶啊，跟我刚才说鸡蛋这些东西比，甚至还比不了那些。尤其有些造假的，你去吃了可能还有危害。咱们有的朋友不认识的，上碗鱼翅吧，一看，哎呦，这粉丝不错啊，确实有割粉丝冒充鱼翅的，这不是开玩笑，有就搁这冒充的。所以这个里头同样乱七八糟。由于它稀缺，所以不是这个玩意儿真好，而是它缺，它少。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你说吃东西你为了什么？为了营养。它的营养没达到那程度，就因为稀缺你就捧它，你就花大价钱，你说你是不是个冤大头？为什么这些不少人愿意当着冤大头买我刚才说这些东西，花很高价钱呢？就是对补这个字儿他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补是什么？我们什么叫补？我这裤子这缺个口，擦划口，怎么把它补上？我这块少块东西，啪贴个补丁补上，这叫补。就是你缺了才能谈到补，你要不缺，我这衣服本来好好的，非摁个补丁，那搁现在这小年轻有时髦的，那是玩范儿，那不是我真需要它。所以补是什么呢？你需要了才能补。这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你补什么呀？而且补这东西你要补大劲儿的，但不有人说人参拿过来跟胡萝卜那么吃，咔嚓两口，不一会儿鼻血下来了，补大劲儿的。他补这个东西不是说谁都适合补的，而咱们还有的人说，那补没事，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我不吃药，我吃东西，不说吃什么补什么吗？啊，说我吃这个鱼眼睛，我这眼睛就亮堂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要真吃什么补什么，有些你还没法找。你说你得阑尾炎了，说给我来个爆炒阑尾，没这菜；说我前列腺有病，来干炸前列腺，哪儿找去？没这玩意儿。应该倒过来，补什么吃什么。就是你身体要虚的话，需要补，那好，给你断定哪些是可以补你这些功能的食品。应该是先找要补什么，再找要吃什么，而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再另外一个，这个补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可能是急于求成的事儿。说我这身体不好，我吃点就好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人生在世啊，老天爷有个道理，大伙儿记住了，就你要想干这事儿，你要舒坦，往往对你就不见得有好处。对你的健康真有好处，它就不舒坦。我们以前说过吗？垃圾食品全好吃，健康食品都难吃。水煮大白菜真难吃啊，可是对健康有好处啊。麦当劳、肯德基油炸的垃圾食品吃着香啊，
你要获得健康，这东西吃完了之后病从口入，你别吃了，可真好吃，我就得忍着。我获得健康了，我也难受了。说锻炼吧，谁都遭罪，可是遭完罪你获得健康了。所以天底下没有那好事，让你既舒坦了，满足了口腹之欲了，还获得健康了。这燕窝花甩腮帮子吃，舒坦，吃完了你还有健康，没那好事。所以这就是咱们往唯心了说，老天爷给我们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天底下没有那好事，而且有些朋友很有钱了，生活条件不错了，以为买点补品自个儿就如何如何了，那更是一种很愚蠢的举动。商家一面挣你钱，一边心里拿你当冤大头。你说咱们一些有钱的哥们儿是不是得琢磨琢磨这些事儿啊？成都有位老先生啊，他失眠，他就采用了一个中药的方子，就是用百子仁啊、五味子啊泡水喝，泡了3年呢，很管用。后来他为了省钱呢，他就跑到了成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荷花之穗，到那儿自己买了这百子仁。可是买回来以后泡水再喝不灵了，整晚上睡不着觉。经过他前后仔细的比对，他才发现原来他后买这百子仁啊，其实是什么呢？古先生买的中药百子仁里面竟然掺杂了许多染了色的石头，他特意为记者做了演示。下面是石头，哦，石头重一些。哎，这是你噻，重噻，哎，这是真正的百子仁。啊，石头染色的啊，那个染色就是毒的啊。经过一番沉淀，石头慢慢沉了下去。记者把石头倒了出来，不仔细看，这些石头与真正的百子仁还真没什么区别。古先生把这些染了色的石头和真正的百子仁分别倒在了一张白纸上，可是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看来不是亲口品尝，还真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第3次实验的时候，我60颗百子仁买的，取出了36颗石头。那么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肯定有一些中老年观众朋友碰到。就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中药啊，对中医说这不灵，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中医不灵。你想想，几千年下来，我们这么一套医疗系统，治好了多少人病？你怎么能说中医它就不灵呢？2002年，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发生车祸，头部重伤。在英国抢救时，一度被医院确认为脑干死亡。后来在家人的坚持下，他被送回国内。刘海若的家人在昨天晚上提出非常希望中国的专家前往伦敦为海若会诊。经过中医的精心治疗，特别是服用了中药3宝之一的安宫牛黄丸后，奇迹发生了。他不仅恢复了意识，逐渐开口说话，下地行走，甚至最后完全恢复了健康，重新返回主播岗位。一时间，使用了犀牛角的老安宫牛黄丸黑市价格竟然炒到了2万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市场上出现了个别造假药材，药效渐低，诋毁了中医中药的美名。那么说的这个造假呢，它有几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药物的精华萃取完了，剩下的废料再卖给你。你看有的朋友保养买这个冬虫夏草，有的发现这冬虫夏草怎么干干巴巴的，那就是里头的精华被萃取完了，剩下个壳也挺像的，反正就这东西嘛，卖给你挣你钱。所以好多时候这个废物利用萃取，这是一种方式。1公斤虫草20-30万，他卖了1公斤假的虫草，就会把今年整个的那个铺面钱就挣回来。第二个是什么呢？以次充好，明明是3等货、2等货，冒充1等货，这个过去也常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一般都有个朋友买人参，说到这个吉林哪儿啊买野山参，那是野山参吗？根本不是。你要来买来，他把那园子里种的原参5-6年就成那个，直接给移植到山林里边的，在那埋着，假装这是野山参。野山参最少得20年，就干脆搁假的当真的。那原参一个造价大概10块钱都不到，他卖你最少200-300往上。这个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曾经报道过这个，就野山参这块鉴定市场的这种乱象。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人参集散地。记者对30多家参茸商店进行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参茸商店都在销售一种经过省检的野山参，
这种绳检是由一家叫吉林人参研究院的鉴定中心出具的，而这样的野山参价钱一般都在200-300块钱之间。然而，据一名商店老板透露，目前市场上真正的野山参数量很少，更多的是所谓的绳检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我跟你讲，咱们万达这个地方，就是谁要说哎呀，人家找个3万5万条，那都是骗你，就说是谁家也没有这样去5、6千，那是骗你的。据这位老板介绍，这些所谓的野山参其实都是原参，由于它的外形跟野山参有些相像，价钱又便宜，每只不过10块钱，所以当地很多人用这种原参冒充野山参。记者注意到，这些假野山参有些还是经过粘接的。是用什么东西接的？不良的那个胶，去的有碱水的。据了解，一盒假的野山参成本为一只原参10块钱，包装盒25块钱，鉴定证书40块钱，外加手工费2块钱，成本最多不会超过80块钱。而这样一盒假野山参在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的售价一般在200块钱以上。一只原本只有10块钱的原参，有了野山参鉴定证书，就能冒充野山参，欺骗消费者。你再有的，比方说天麻，把天麻的根茎挖出来，然后用天麻泡水煮，嘟煮，煮完了之后呢，根茎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假天麻。记者在安徽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上调查时，发现了某些不良商贩正在售卖熏制的天麻。你这天麻，慢点。我说怎么发这么白？硫磺熏过呀。干嘛用硫磺熏啊？市场上要硫磺熏的多。为什么要硫磺熏呢？硫磺熏还有人买吗？好看呀。我们敢吃吗？我们？你吃不要带硫磺的呀，长得不能吃。你吃的食用东西也有硫磺熏的呀，你小麦了什么东西不用都用药熏吗？哪有不用药熏的东西？针对亳州药材批发市场假冒药材的现象，此后亳州市全面开展为期8个月的打造诚信药都药品药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查处违规经营中药饮片和超范围经营行为，清查整顿制假售假窝点等等，以确保中华药都的品牌。正规的中药企业在采购中药材时，则采取了更为严谨的办法。他们一般从中药生产基地直接筛选品质优良的药材。产地我们直接从我们基地上来收购。一年的基本上我们在产青的时候我们收来以后呢，我们自己去。咱都知道说当归补血，不完全是。这个当归分得很细，这当归啊头这块能止血，当件这块呢是补血，尾巴根这块是催血的。过去的当归采下来一段一段切好了，一钱一钱算的是很精细的，哪段干什么用。咱这里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第一个什么原因呢？咱们经常说你这个人呐不地道，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根儿上是不到地。什么叫到地呢？就说我这个产品呢，比方说这药材，你从哪儿出的，这个地方产这个药材才是正宗。比方咱们说这个当归，那得是甘肃易县的，咱比方说生地，那是河南焦作温县，山西一带的，这才正宗。所以咱们有的看老中药房门口经常写着，比方这个中药牌子叫张同泰，张同泰道地药材，就说我这东西很地道，是原产地的。也就是说中药呢，你要讲产地，有的说那不都一样吗？你像板蓝根啊、人参的这些，你换个地方产，跟那一模一样。可是你到那做一下切片研究，你就会发现它的药效有时候相差太绝了。经过多年的几代吧，是吧？几千年啊这样的考察，那个地方出的药就是要好的，是吧？你比如说人参，最好的就是东北人参。所以中药自古以来强调道地药材。传统的中药不是不能移植，它有严格的规范。比方说我要种当归，说我现在要从甘肃移到安徽去种去，那好，从甘肃那拿到当归的种子，我到安徽这儿来种，种下之后长出来了，再用它第2代的种子再种，再长出第3代，第1代、第2代、第3代的当归，咱们都做系统研究，发现呢跟甘肃那边药效是一样的，这才算你移植成功，得经过3代。所以这就咱们经常说居生之淮南则为橘，生之淮北则为枳，南橘北枳。
就你换个地方，它那药效就不一定灵了。第二个呢，采摘季节，行话管它叫抢青，就是这个中药啊，你得分什么季节去采它，过了那个季节就没有那药性了。你像有种中药叫阴沉，行内都说叫3月阴沉4月蒿，5月阴沉当柴烧，就说你3月份采它，它有药效，到4月份就差了，到5月份就当柴火烧了。这个咱们有药王爷孙思邈吗？药王爷手捻针，骑龙跨虎吗？这孙思邈当年就说过，中药你得分季节去采它，你要错过季节就没用了。古法药材打黄如何竟被某些不法商贩滥用？这是预防，用它干嘛呀？搞这个中药材吧。怎样才能制出良心好药？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剖析中药灵、中医材灵。再有一个就是药品在储存保养过程当中，你比方说常见的啊，过去熏制药有一个炮制过程叫打黄。药材打黄是中草药行业几千年来的传统，为了防止中药材被虫子、真菌所害，打黄成为中药保存中重要的一步。古法打黄的操作非常严格，整个过程中硫磺不会直接接触到药材。然而记者日前在暗访了某些药材产地时，发现这里有一些药材硫磺熏蒸并不像古代那样严格，有的甚至用工业硫磺过量熏蒸。熏过的你基本上闻的话就能闻出来，它那个熏过的话，那个虫子就不进去了，虫子进去也就被熏死了。药材贩子告诉记者，药材被硫磺熏过之后会产生2氧化硫，对人体有害，但是由于保存困难，所以药农们一般还是会用硫磺熏一下。不然这个都熏的了，还能放出来。收药的老板告诉记者，药材不熏硫磺是保存不住的。到了7月份，不打硫磺的药材就会生虫发霉，而打了硫磺可以让药材至少3年不生虫子。那本身可能对药材的药效或者饮片的药效也会有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化学物质，那很有可能会跟药材当中的一些活性集团发生反应，从而就影响到药效。近年来，针对药农用硫磺熏制药材事件，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检查整顿力度。再有第4点也不能忽视，就是炮制过程当中的问题。过去那个炮制非常精细，你看咱们有的朋友到同仁堂，同仁堂门口上有副对联，叫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就说我这基础药材可能挺值钱，但我不能随便偷工减料。我就说像10几万一件，几万一件，几万一斤件，我少投点行不行啊？那根本就不值当了。炮制工序可能10多道工序，费人工，但是我不能省。为什么呢？炮制往往啊是一个中药有效最关键的步骤，一个是减毒，就是把毒副作用减低了，再增加疗效。就是说炮制在整个中药制作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能省的。就像矿物类的要早一点煎，因为矿物类的里面的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像芳香类的就要迟一点煎。所以这个中药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老实说是药3分毒啊。所以不管是滋补药也好，是治疗药也好，都马虎不得。你看我小时候就一咳嗽，家长说喝点枇杷露吧，里头有蜂蜜，喝着挺甜的，小孩也愿意喝。它枇杷露怎么治的？是用枇杷叶。那枇杷叶过去怎么整呢？把那叶子剪了呀，必须得是它有3、5年以上的树，它的叶子才管用。把那叶子剪了，枇杷叶都得是干干净净的，没用雨水泡过的。把这个枇杷叶后头的毛啊刷干净了，刷掉了。为啥？那毛你不刷掉，进到人肺部倒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得刷干净了。刷干净了，把这些叶子呢搁到竹垫子上垫晒，最后都垫成8、9成干，然后再摞到一块，一捆一捆的立着放。等它全干了以后呢，搁刀切成0.5厘米的丝儿，然后锅里头搁点开水，搁点煮熟的蜂蜜，然后把这个枇杷叶搁里熬到最后呢，蜂蜜还粘上了，你摁还不粘手，这时候枇杷叶才能用来做药。你再有更细腻的，有的炮制过程呢需要多少道工序，你省了1道工序，可能这药效就不够了。你减了1味药，
可能这药效就不对了。这种事儿非常多。你看那个大宅门，这是白景琦家百草厅，不是他儿子白敬业呢，在药里头偷工减料，说这谁能知道，不一样卖吗？白景琦一看不行，把药都给我烧了。说这缺了得了，是谁看不出来？他提出10个字，叫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你自己干什么是别人没看着，你要这样的话，这中药这行当还能存在了吗？我这不为了快点吗？这就快点啊！这就偷工，不就少2道吗？那药不能吃了，1道也不能少。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1双。这都是给人吃的，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弄不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还是那句话，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点火。所以大宅门里边这段视频我们看下来，你会很感动。就是说老一辈的人，他不是不想挣钱，可是他有个行规约束，在制作过程当中随意就节省某一个环节，最后造成什么？药效不行，达不到标准。膏方做好以后，我们医生根本不会去尝的，也尝不出来。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药是熬得好的？不是，这个2个字就凭这个药工的良心。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些呢，只是说是生产销售这些环节，还有的我们自个儿有的时候啊，对这中药也不是很了解。咱们有的朋友呢，到这个中药铺抓回中药的，说自己煎自己熬吧，熬的不对，有时候也使药效失灵。你像咱们传统认为，比方说人参咕嘟时间越长，这不是药效就越好吗？但不是所有中药煎的时间长就好。你像比方说治感冒的药，像金银花，它这里头有些药物你煎长了挥发了，倒不管用了。所以一般治感冒的中药大致煎15分钟就够了，咱有不少人还按半个小时的，把药效都给咕嘟没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对中药的认识。你既然认为中药管用，那你多了解了解中药的性能，不要求你背汤头歌什么的吧，你没事看看本草啊，了解了点这个，有点好处。这也是说到有关中药的药性问题啊，其实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包括一些网友都非常有发言权，因为他们都使用过中药。你看网上这几位朋友就发表意见了。第一位朋友说呀，我母亲呢，发烧7天，淋巴结肿大，打了7天抗生素不见效，后来内服外用，用了7天中草药好了。我觉得中药还是灵的，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病啊。那第二位朋友说，我这个治痤疮啊，吃了10几副中药不管用，后来一调查才发现，不是中医不管用，而是这药本身就有问题。第三位朋友呢，说的更是一针见血，说中医流传了几千年，肯定是管用的，可是你要药材不好使的话，那么中医本身就没什么功效了。所以还是那句广告语，药材好，药材好。3年服用的良药妙方，为何一招竟然不灵了？说老板，你这个药怎么着？他说正常的。怎样才能识别真假中药材？无法药材打黄，如何竟被某些不法商贩滥用？这是银黄，用它干嘛呀？搞这个中药材嘛。怎样才能制出良心好药？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剖析中药灵，中医才灵。所以眼下呢，这种状态呢，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很关键问题是，你比方说这个中药我们说分3样，传统的中药材、饮片再加中成药。那么这里头的药品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咱们有药品管理法里有，可是中药不同地方生产的里头很可能就不一样，它炮制工艺差一块，复方的药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方面的标准我们急需要出台一个统一标准，而这个标准执行又有2条道，一个是种植的标准化，一个是制药的标准化。刚才我们说的炮制那是制药标准化，还有种植的标准化，就是这个地方我能不能种这个药，这个药材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管用不管用，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种，比方说不能上化肥，不能上什么激素，然后阳光、空气、水、土壤这些合不合适，你得有个标准，就只有符合这些条件，你种这个药才管用。所以呢，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关中药这方面，其实是影响千家万户的大事。咱们现在有不少中老年人，
很相信中药，而且中医这几年也很火。但是你想让它持续火下去，让它发挥治病救人的效力，必须得药灵才可以。咱们眼下这种状态呢，在整个的中医这行业之内，很多部门也确实支持这个中药。为啥？咱过去中国人看病，你看原先生产队时期那赤脚医生，为什么他能够长期的存在呢？主要用中草药，就地取材，成本低。你这个西药经过规模化生产，经过一些什么的，它的药价就上来了。如果中药能够广泛使用的话，药效还灵的话，不很大程度能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吗？看病这价钱就降下来。所以说，解决中药市场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一个老百姓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了，作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得奉劝大家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吧，相信中医，相信中药，还相信自个儿呢，自个儿买点什么玩意儿，自个儿爆，自个儿弄，这补啊什么的。如果你要吃西药，你都得问问大夫，这行不行？有什么毒副作用啊？中药同样，它的毒副作用可能小，但不等于没有。你服中药同样也要遵照医生。哎呀，我这身子虚，我得补啊。其实你不是虚寒体质，你反而阳火旺呢，又人参又什么的，吃完了晚上睡不着觉，兴奋不停说话，鼻子口出血，你说你何苦呢？还有的餐馆里头药膳往里加这个加那个，餐馆里的药酒里头又泡蛇呀、泡王八什么的，那都不是谁都能喝的。中药最大一个特点，活学活用，就是对症下药。你身体是什么样，用的药都不同。不是说这玩意儿补，谁拿我就补。像我这挺胖，补完没准还补出事儿来了。所以这方面，咱们有些中老年朋友，你要信这个，但是你记住，对症下药，不是说人家吃好，你吃就好。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得关注中药市场的这些乱象，加大力度去治理，然后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进行更好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也应该提高对中药的认识，经常跟大夫打的交道，遵从医嘱，不要乱吃一些中药，否则的话，效果很可能